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对东亚地区的朋友来说，低薪加上高房价，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，是相当常见的问题。但在欧洲，却有一个国家，年轻人似乎也经历相似的痛苦，那就是时尚之国意大利。资料显示，意大利全国的出生人数连续14年下滑，在2022年首度降到40万人以下，总人口因此进入负成长。如果从生育率来看，意大利每名妇女平均生产 1.24 胎，虽然没有台韩新港那么极端，但也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。对此，教宗方济各就直言，年轻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，受到低薪、房价与房租问题影响，因此难以成家生子。他更强调，如今想在意大利组建家庭，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。连保守的教宗都这么说了，意大利的真实情况想必十分严重。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探究这个问题。我们先来看到当地房价，最新数据显示，意大利住宅每平均价大约6500欧元，但如果想要到首都罗马置产，每平的单价会上升到1万欧元。以上数字对习惯台湾房价的朋友来说，其实低得出乎意料。回顾意大利房市走势，近年的涨幅也不算夸张，从2016年低点至今，该国的房价指数只增加了8个百分点，同期的葡萄牙涨了翻倍，希腊也涨了快60%。光从数字来看，意大利并没有高房价的问题，但如果看向实际状况，意大利有超过60%年轻人出社会后还跟父母同住，离家的年龄是全欧洲最老。基于族群文化与就业不稳定等因素，当前有为数众多的意大利人始终住在长大成人的房间里，一直都没有离家的打算。一份研究指出，财务问题是意大利青年延后自立的主因。看向该国政坛，不少政客都高喊这里并不适合年轻人生活，这就带出下一个问题：意大利青年正面临哪些困境？2023年，路透发布一篇报道，主角是25岁的大卫，他出生于意大利西南的萨丁尼亚岛。他自幼对美食情有独钟，也练得一身好厨艺。从19岁开始，大卫辗转于地中海岛屿跟希腊各地的餐厅工作，每周平均工作60个小时，赚取每月1800欧元的薪水。这样的收入不到意大利平均薪资的60%。大卫某天想通了，他远赴美国纽约，在曼哈顿一间意式餐厅工作。在那里，他的周工时减少到50小时，月薪却拉到6400欧元，整体的工作环境与保障都高过家乡。类似的案例正广泛发生在意大利，也因此这个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流失优秀的青年人才。工作待遇不佳是意大利年轻人离开的主因。在这段期间，青年贫困状况还在恶化。研究显示，自1985到2019年，意大利收入最低的5%人口中，年轻族群所占比例正不断上升。这也带来一个问题，乍看之下，意大利房屋单品价格不算高，但整体房价所得比却来到将近9倍。如果以年轻人的薪资来算，这个数字还要拉高到10几倍。除了相对低薪的问题，有许多意大利年轻人根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。2023年一项国际调查显示，意大利与中国并列全球青年失业率第5高的国家，而且这还是意大利近年相对较好的成绩。过去20年来，意大利的青年失业率从来没有低过2%，2014年还一度飙高到4%以上。当地30岁以下的工薪族有将近40%从事约聘工作，或是签下不合法的聘雇合约。我们知道，一般人买房通常包括自备款跟银行贷款，但低薪加上就业不稳定的结果，除了很难存到自备款外，就连申请贷款都不容易。因此，许多意大利青年要不继续住在老家，要不就得到外租房。但如果看向意大利的租屋市场，近年的房租却不断攀升。从2020年初到2023年底，通膨堆高了生活成本，加上当地观光旅游行业复苏，许多意大利房东将手上的房源转作短租，收取更高的利润。除此之外，房价上涨也让租屋市场变热门，导致整个意大利的房租迅速拉高，涨幅直逼30%。短时间内的剧烈变化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，去年就在意大利引发一起大规模抗争。当时就读米兰理工大学的学生发现，在当地最基本的租屋生活，月租金已飙高到超过700欧元，这还不包括水电等开支。由于很难负担租金，学生们开始在学校搭帐篷抗议。活动一路从米兰延伸到罗马与波罗纳，各地都有学生参与。这场抗议后来带动全国话题，
主体也从学生逐渐拓展到整个年轻世代。简单来说，意大利年轻人遭遇的问题在于相对低薪与不稳定的就业，最终像滚雪球般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每一个决定。这时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为何意大利青年就业环境如此糟糕？影响就业环境的第一项因素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。过往我们聊过，上世纪的意大利曾是世界第4大富裕国，但当年政府为了加速发展，大量举债却未能有好结果，导致后来沦为欧洲5国。此后该国政府为了挽回竞争力，对内压抑人力成本，导致长期的薪资负成长。自1990到2020年这30年间，当地的薪资涨幅是负的 3%。 在整体薪资难以成长的情况下，以下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恶化青年的就业条件。首先是政策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意大利政府就立法规定，企业不得轻易辞退正式员工，原本是为了保障劳权，却让许多公司难以将有限的岗位释出给年轻族群。到了近年，虽然政府对就业规范松绑，但提高聘雇灵活性的代价就是削弱对青年劳工的保障，也让大批意大利青年干起非典型就业。第二，要来到产业面向，意大利存在大量的微型公司，许多的员工总数都在10人以下。对业主来说，在这个经营规模下，想要维持利润就得死控人力成本。在他们的施压下，意大利是欧洲少数没有法定最低薪资的国家，这也导致意大利境内有大批年轻劳工工时过长，实质薪资过低。以上2个因素叠加，造就出来的现象就是意大利人在终于取得正职后，并不会轻易离职。当地正职员工待在老东家，平均年数都高过邻近国家。虽然能拉高公司营运的稳定度，却又导致职缺难以释出，对还没挤进窄门的年轻族群，便会加大这个负面循环。同时，许多优秀青年也被迫离开家园，到海外找寻更好的发展机会。总结来说，意大利正试图在全球动荡中找寻出路，想要缓解低生育率带来的国家危机，优化青年处境是其中关键。有鉴于该国经济短期走向不算太乐观，不只面临能源危机、高通膨与国内政治不稳定等冲击，导致经济成长放缓，更在退出中国“一带一路”计划后出现更大的变化波动。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，就让我们继续观察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最后，我们强烈推荐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-Mark 马克优活。本次推荐精选沉香草本植萃保养品，包括沉香蓝铜生态健发洗发精、薰衣草精油、木质系草本香调净身沐浴包，具有抗氧化与美白的功效。本次主打礼盒套装，还有蜂蜜、茶叶与爆米花可供选购，收获美观划算，错过了实在可惜。而我们后续还有更多严选优质商品，将一一陆续推出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选下方链接上线选购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